大家好，好久没做视频哈，一直没有什么素材。今天有一个感谢这个网友啊，他 aaa@yahoo.com.hk 这位朋友给我发来的反馈邮件。他的反馈邮件里边呢，向我提出了一种他自己的一种用 OCR Subtitle 的独特的用法。为此呢，我也做了一些改动。我觉得这个用法呢，挺有意思的啊，开创了革命性的这个使用。我自己设计这个软件的时候都没有预料到这样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方法。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改版之后的样子。那我把这个屏幕缩小一点，缩小一点。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呢，是我在 iPhone 上操作时候的一个录屏啊，因为我比较笨啊，视频做不好啊，从头开始啊。那首先就是我点了这个加号啊，重新来啊，点了加号，然后呢，他让我选，怎么这么讨厌啊？重新来，从0秒开始，开程序以后点加号，选择我们要导入字幕的这个视频文档啊，在这里呢，我们创建一个 template 的模板，在这儿我们要拖这个位置啊，拖这个缩略图的时间点，拖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拖到一个什么地方呢？拖到一个包括你要提取这个局部信息的位置啊，这里边它要提取的是这个 ID 啊，7956或什么这个 ID， 拖到这儿以后点击它就开始跑。在这时候跑的其实并不是在采集我们刚才看到那个 ID 的信息，它在采集啥？它在采集刚才我选定的那个位置啊，选定位置，这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待会儿要对采集这个扫描信息的位置进行调整，我们让它跑完。那现在看到的我这个截屏是英文版的，其实我这个软件呢支持简体中文和英文版。当然，如果大家需要我加别的语种的话呢，也可以在视频下面给我留言啊。那我们跳一点啊，不太看了。好，到这儿，再往前一点，到这儿，那扫描完了。但这次扫描结果是垃圾，是没有用的。我们把屏幕向左一滑，点右边的这个，我们再看一遍，点右边的这个，这是扫完了。一滑，点右边的这个模板的叹号，就出现这个界面。这个界面就是我们采集时候的模板。首先呢，我把取样率从5次每秒加到20次每秒啊，这样的取样呢就比较多了，对吧？然后我们点下边这行，就是 scan and extra multiple line of， 进来以后，我们看到它有2条竖线，我们现在手拖动这个竖线，把它拖一个宽度。注意看我们中间那个橘黄色的区域啊，这个区域会变化，你看。然后我们利用横向的2条线啊，竖向的2条线，把要扫描的区域重新框定。好，框定完以后，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关了。暂停一下啊，这个叫 subtitle 居中啊，我们改它居中，这个居中关掉，因为绝大多数的字幕都是居中的，所以默认呢我就是开启这个居中。当然我们现在这样左右自己框完以后呢，不可能那么居中了啊，手动操作永远没有那么准确。那么我们就把居中给它取消，然后把下边这一项啊，我现在这个名字没想好，暂时就叫 minimum frames。把它选到8啊，这个选到8，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只有这个某个 ID 连续出现8次以上，我才会保留啊，因为它这个视频里边呢，待会儿我们看的时候我会解释为什么这样做。最后一项就是 format 输出格式啊，这也是新增的，原来只有 SRT， 现在是可以选择，要么是 SRT， 要么是 text 啊，将来咱们再说是不是加别的。好，这就修改完模板。修改完模板以后，我们把原来这个提取结果删了，重新再加号，选中视频。注意这个时候一定要选我们刚才那个模板啊，刚才已经创建好的模板，修改过的模板。注意看我们扫描的位置了吗？它已经变了啊，它在这开始扫描。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很多扫描的误区啊，比如说乱七八糟的各种字符。这是因为这个截的这个视频啊，它的视频实际上在上下动，你能看到它有一个从下向上的一个动画过程。在这个动画过程里边就会因为我每秒钟取了20帧啊，就是每秒钟取20幅图像，
在这个20幅图像里面呢，就会有一些干扰啊。对于这些干扰呢，就是我们下面刚才设置里面有一个啊，我设置它一定要取8次以上的连续存在才保留，哎，就是这儿啊 ，minimum frames 啊。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输出结果，啊，这就是最终输出结果的样子啊。我们会看到它仍然有个别的干扰 NIC 啊，然后后边还有一个干扰，我看到了啊，看到还有一些干扰，但实际上它整体效果呢已经相当不错了，我觉得这个它的数据很整齐啊，这个我觉得现在这就是这个新升级的版本。那么这个版本呢，同样可以在这是在 iPad 下面的一个录屏，我把 iPad 也给测了，同样是这个大概的流程啊，就是先把这个视频选择了啊，视频选择了，然后也是先跑完第一遍啊，没找着是吧？没找着没关系，紧跟着呢，我们也同样对它进行一个位置的一个框选。这 iPad 当时录了2个视频，这儿还有一个啊，这没录完。我们继续看，走，好，继续调整，我也调整了20次。当然，使用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试试啊，试一试。另外就是你调的这个扫描范围越小，它在提取字幕的时候，提取这个文字的时候，它的速度越快，因为你相当于给 OCR 的压力嘛，OCR 的面积减小了嘛，它就更快速度啊。我现在比较推荐就是用8帧，当然上面一定要改成20次每秒啊。我们跳过去看啊，这是 iPad 上的运行结果，在这儿同样拿到了这样的类似的这个结果啊。但目前这个版本呢，我还在测试中，没有正式放到这个服务器上去。所以如果你想用的话呢，需要点视频下方的一个测试的地址。这个测试地址呢是 Apple 公司的，它会先要求引导你安装 TestFlight， 然后会装测试版。测试版是完全免费啊，但是它的可用期呢是90天。这就是一个这个网友的一个对 OCR Subtitle 的一个新的使用方法，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别的使用方法，或者是想做的软件啊，可以跟我沟通留言，谢谢。